寒天气下，我独自窝在恒温的防空洞里，吃着火锅，唱着歌，而前男友和好闺蜜则在寒冷的暴风雪中瑟瑟发抖。上一世，我因撞破了男友二蛋和我好闺蜜小美的奸情，并揭穿他们想骗我钱谋我命的阴谋，被恼羞成怒的他们推出门外。而我万万想不到，本是9月的天气，居然诡异的下起了大雪，气温一夜间降到了零下50度，而我被活活在门口冻成了冰雕。这一世，我定叫这对狗男女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我居然重生了，回到了我被害死的20天前。我又惊又喜，我想要立刻冲回去报复那对贱人，但我随即冷静下来。我想起了死前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。今年这个夏天，气温高的离谱，人人都靠空调续命。可谁能想到，就在9月刚过，我就被活活冻死了。所以我现在最要紧的，不是去找那对贱人报仇，而是先想办法避过那段不知道会持续多久的低温天气。我回到跟二蛋同居的屋子，将自己重要的东西全都收拾好。但是我并未急着走，在回来的路上我就已经想好，即便我要离开，我也不能让他好受。于是我找出二蛋的证件，先下载了几个网贷 APP， 将二蛋的资料都输入了进去，然后做了一桌好菜，坐等二蛋下班回家。二蛋下班一进门，看到一脸甜笑的我和满满一桌菜，顿时诧异。我温柔地告诉他，我打算将我爸妈留给我的房子卖掉一套，买他看中的那套房子做婚房。二蛋和小美一直在合谋怎么哄我卖掉我爸妈的房子，骗走我的钱。见我终于松口要卖房，他非常高兴，过来就要亲我。我推开他，吃饭吧，我请了1周年假，你一早我就得去找中介呢。吃饭时，我撒娇地拿出手机要跟他合拍搞怪视频。二蛋向来讨厌我拍他，但现在他要哄着我卖房，自然百依百顺，让他眨眼就眨眼，让他摇头就摇头。眼见几个 APP 里100多万贷款全都到账，我卸载掉 APP， 笑着放下手机。哎呀，一直拍不好，不拍了。这顿饭我和他吃的都很开心，气氛一度十分和谐。第二天二蛋上班后，我打包了自己的物品离开了。爸妈去世前留给我的房子有2套，一套在市区，是学区房，一套是在宁市边郊紫金山下的小别墅。虽然位置偏，价格不能跟市里的别墅比，但用它在市区换套好点的商品房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屋子里许久未住，我边找了保洁打扫卫生，边思考要怎么布置才能对抗那段能夺命的低温天气。那么大的雪，水管势必会冻坏，电线也会被压断，想靠地暖空调取暖根本不可能。那么防空洞呢？我直冲进地下室，抓着生锈的门环使劲一拉，一股凉气扑面而来。当年我爸在装修这套房子时，地下室紧靠紫金山的这面墙突然塌了，露出了这个抗战时期建造的防空洞。这个洞4米宽，50米长，